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Dustin。那我们今天跟各位介绍 Dustin 专门帮各位开发的备考 GPT 的名字叫做 Explanation Searcher。这个 GPT 能够帮助到我们做什么事情呢？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备考当中，除了写题之外，检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而我们也知道，单纯靠官方的解答其实是不够的，因为官方的解答有些时候并没有办法写到我们的痛处，并没有办法帮我们去解决问题。好，那我们很多同学都会去尝试的去用到网络上的解释，可是问题来了，我相信只要有用到网络上解释的同学，都一定遇过。你在各种的网站上点搜寻完之后，就发现里面的论坛的讨论非常的散。有些人只讲一两句话，有些人甚至追着发问，有些人他们的这个回答你也不知道是不是正确，是不是逻辑，你要自己还要为了一道题把它整合在一起，这个非常的耗时间。那么这个 GPT 呢，我们来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如何帮你节省检讨中搜寻网络解释的时间。好，所以如果你在准备 GPT 的过程中，你有遇到难以理解的题目，你有遇到需要检讨的题目，请你把这道题目跟这道题目的答案直接提供给我们的 GPT。好，不用去写其他任何指令，只要给上题目跟答案就好。OK，那么给完这两个东西之后呢，它就会自动帮你去上网搜寻这个题目目前已有的人类的讨论。OK，比如说 GMAT Club 论坛、Bit GMAT 论坛、考满分论坛等等之类，帮你去搜寻这一些的网站，把这些资料全部爬下来。那他会先自己去分析说哪些的讨论是没有关联的，哪些呢是来乱的哈，哪些的逻辑是有冲突的，他会先自己分析过一轮。接下来呢，把剩下这些有助于解题的逻辑全部都整合成一套详解，告诉你，这样是不是就是非常省时间了？好，那当然他在一开始回答的时候，也许呢他会跟你回答说正确选项为什么对，但是他忽略跟你回答说其他选项为什么错。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深入的问他，比如说其他选项为何错误，或者是你选的那个选项，你觉得犹豫的那个选项为什么错误，他就会去帮你更去做详细的解释。那如果对这些解释你觉得还是有一点点你讲的不太懂的话，你可以再用一个功能，我们可以把它标注出来，这边有一个回复的按钮，你可以直接去针对这一段去回复，跟他讲你看的不是很懂。在 Dustin 的 GPT 的设计里面，我就会让他去给你举出更多的例子，并且用更浅显易懂的方式来跟你去解释。像你可以看到这边就可以去打一个比方，对不对？跟你打一个比方，你是不是就是更好理解了？好，那你可以看到，如果今天他还没有打比方的话，你还可以继续再扣他，请他给你另外一个比方。你们看到他给你打另外一个例子，就让你更好去理解为什么那个选项在逻辑上是有谬误的。而最后，你可以请他帮你去总结这道题目他所用到的逻辑观念。OK，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好，那如果我们今天拿的不是 CR，而是我们拿的是 RC，可不可以呢？一样是可以的。好，我们把 RC 的文章放进去，但各位要记得，好，我们给他的不只是题目，而且我们还要去给他正确答案。那我会建议各位不要太懒。GPT 如果你一次让他吸收太多资讯的话，他可能会失焦，他可能会出错。所以呢，我会建议各位就是一次给一题就好。那如果你知道阅读你想要检讨好几题的话，你可以一次就是一篇文章配一题这样去问。那这个时候呢，好，他就会去搜寻网络上跟这道题目相关的去讨论，然后呢，并且最后给你的解答，那可以停下来看一下，好，他的解答其实是非常的详尽的。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觉得有些地方他讲的比较大高空看不懂，你一样可以把它扣起来，请他用更简单的比喻来帮你去解释，或者是其他选项为什么错误。那当然，如果跟这道题相关的任何的发问都可以问，比如说你觉得你可能缺了一些背景知识，像比如说是历史的文章缺了背景知识，他会帮你去补充，或者是缺了一些单词，他也会去帮你去点出文章里面比较难的单词。好，那我们可以同样的看，如果做数学的话，能不能各位可以看到数学一样可以，我们做的方法完全一模一样，把正确答案放进去，好，把题目放进去，它会自动帮你去整合网络上的解释。好，然后一样我们也可以请他去把某一部分解释的更详细。当然，如果今天你做的是 DI Data Insight 的题目的话，你也一样可以把题目用截图的方式用答案的功能送进去，它会自动的去分析这道题目里面出现的文字，并且自动上网去搜寻，并且自动最后帮你整合出一个解答。所以这样子对你的所有科目、所有题目的解套都会非常的快，非常有帮助。OK，那你说 Dustin，在这个使用这个 GPT 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美角呢？OK，那我会提醒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 GPT 有些时候，好，当然未来 GPT 会不会更新，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改掉，但他们有些时候会发懒。什么叫发懒？我的设定上是要他去上网去搜寻答案再整合，但有些时候他并不会去搜寻，直接跟你用他自己的逻辑回答，那这是有点风险的，因为 GPT 自己的逻辑有些时候还是没办法去处理到最细部的东西，他会犯一些低级错误。好，所以你要确保你给他题目之后，各位要注意听哦。好，你给他题目之后，他这边会有一个 status 会显示他正在搜寻。OK，就是他正在连上网络去搜寻。如果他没有这个 status，就直接给你解答的话，请你直接在下一个回复逼他上网去搜寻解答，因为他有些时候会发懒，会没有做这件事情。如果他没有做，你发现并没有那个 search 的那个状态出现的话，请你逼他去再 search 一次。那
要有 search 出来做整合出来的解答才是足够可信的，才是不会犯逻辑基本错误的解答。好，这是第一个各位需要注意的地方。OK，那第二个各位需要注意的地方是，有些时候你送图给他，比如说像是做 DI 的题目，他可能会说我无法读取这个图片里面的某些细部的资讯，他其实是可以读的，他只是在糊弄你，所以你就逼他说，你就说你是可以读的，你给我读。OK，当然我们不会去骂他了，因为骂他你可能有不礼貌的发言，可能会被这个官方封账号，但是呢，就是你就是逼他说你就是可以做，你确定是他是可以做的，你需要再做一遍。好，那么这样子他就会真的乖乖听话，并且最后给你一个好的解答。所以总而言之，这样的一个 GPT，它其实是可以帮我们省下很多很多的时间，你不用再浪费时间在网络上查找松散的散落在各个论坛里面的这个讨论了，它可以自动帮你把所有的讨论整合在一起，来帮助你的检讨，并且呢，它永远不会累。不管你有多多的问题，你可以继续去追问，它会不厌其烦的用各种方式帮助你更好的去理解。那我是 Dusty，那我们今天介绍就是这个能够帮助大家的检讨 GPT，我们下次见，拜拜。